对，那其实，在新加坡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生活费很贵，那实际上也不一定啊。比较低的费用来过生活，或者是比较过很奢侈的生活，其实这两种形态都有。有时候在一个小岛、一个国家上，你会感觉好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哦。那个时候我没有让自己住的特别不好，是因为我那个第一年刚来，我不希望过得太辛苦这样。后来我的家人就过来了，那现在我的整个生活费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。Hello， 我是 William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对，那我现在人在新加坡，对，那我来新加坡也已经大概3年多，快4年了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新加坡的生活费用到底有多少呢？对，那后续也会再做另外一集，就是关于到底要赚多少钱才有办法在新加坡生活下去，就是站在外国人老外的一个立场。对，那今天的话就是主要会讨论就是分6个部分吧，就是食衣住行娱乐，对，这是生活必须的一些费用这样子。对，那当然我也会分2个部分，一个就是单身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是全家一家人过来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，那一样也是分简单过跟那个爽过这样子。那首先呢，讲到食的部分。对，那其实，在新加坡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生活费很贵，那实际上也不一定啊，因为我觉得在新加坡，它其实不管是你要是比较低的费用来过生活，或者是比较过很奢侈的生活，其实这两种形态都有。有时候在一个小岛、一个国家上，你会感觉好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哦。对，那对食物来讲的话，其中一个选择就是所谓的 hawker center。那讲到吃的部分呢，新加坡的这个 HDB， 也就是主屋的附近都会有很方便的，就是我后面看到的这个，他们叫做 hawker center。对，那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 hawker center 啦，就是说店没有那么多。对，那没关系，不过就是这是我刚好经过，所以在这边看一下。对，那它基本上这个大概每一家店消费大概就是在3块钱上下吧。那如果便宜一点，大概2块钱就可以吃一餐。对，那所以相对来说是很经济实惠的。那选择也蛮多的，有包括就是福建、闽南跟广东的一些菜系，还有包括一些像海南鸡饭啊，或者是说像肉骨茶，或者是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那个特色的小吃之类，都还是蛮方便的。对，那所以这个也是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新加坡一个特色跟一个政府的德政吧，就是它会确保说大家其实能够以比较 affordable 的方式买到就是可以享用每天的3餐。它是每天很早，现在早上大概8点左右，你看也是已经人声鼎沸这样子。这个属于是 food court， 也不算是 hawker center。对，所以这算是这种 food court。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比较高级的 shopping mall 的 food court， 所以价格也不算便宜吧，就是大概10块到一个餐，大概10块到15块左右，是各式各样的食物都有，中餐啊、西餐啊、日本料理、韩国料理、东南亚料理，基本上都有。对，那它可能就是介于在餐厅跟这个在台湾就算美食街吧，就是在介于餐厅跟所谓的 hawker center 之间这样子。对，那 hawker center 的话，其实总结下来的话，大概每一餐大概会在2块到3块新币左右，其实就可以搞定。对，那如果你一天3餐都是吃 hawker center 的话，一天就是大概说实话9块，或者是有一餐吃好一点的，给你算10块好了，一个月也就是大概300块左右新币。对，那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就是可能比较一般中等的餐厅比如说像麦当劳啊，或者是一般的这种早餐简易的那个餐厅的话，平均一个人份大概会在10块到15块左右。对，那一天下来的话，如果你一样就是3餐都是吃这种餐厅的话，一天大概就是我觉得30到35块是可以搞定。那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就在1000块左右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如果走比较高级的餐厅的话，当然你不可能3餐都吃高级餐厅，但是如果
假设确实每天晚上都是吃高级餐厅的话，高级餐厅一个人其实也就大概在45到60块左右。对，那我前2天刚好去体验了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餐厅，那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在上面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区别大概是什么。然后讲一下住的部分。对，那住的话，这边有分2个部分，一个就是所谓的去住当地人住的这些政府的组屋，所谓的 HDB。对，那像后面这一栋楼呢，就是他们这边经常说的政府的组屋，或者是叫 HDB。对，那这个基本上，新加坡的政策的话是基本上给他的公民都是有房子可以住的，所以 HDB 其实相对都是比较便宜。那你说它比较便宜，其实但是没有比较差，对啊，就是整体的设施啊，然后包括它的维修啊什么的，其实各方面也都还蛮不错的。对，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说，它没有太多的很豪华的一些公共的设施啦。那这个就是我住的这种，就是叫公寓 condo。对，那 condo 的话呢，费用就会稍微比较高。那它的区别就是它会后面有这些漂亮的公共设施，对啊，包括大部分都有游泳池。对，那有很多小区，如果够大的话，如果像后面的绿化也会做得比较漂亮，然后会有这个网球场。对，然后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游泳池。对，仔细的介绍的话，我有另外拍一个影片，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在上面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就是我拍了几个介绍关于新加坡的那个condo 的这个介绍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健身房的部分，也可以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开了没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健身房相对不是那么大，对，但就是也还可以。那新加坡除了那个就是 HDB 这种组屋跟那个高楼，就是那种高级公寓 condo 之外，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在一个相对是比较有钱的富人区，然后他们有另外一种住宿，就是独栋的这种独栋透天的这种房子。对，那这个一般也有租的。对，那大部分像我在的这一区，大部分都是买的。对，那就是一整栋都是自己的，然后楼下有车库这样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选择。不过价钱我就不知道啦，超贵。那讲到费用的话，其实一个人来租房子的话，如果是从最简单的 HDB 来租起的话，大概就是最便宜大概650到700块可以搞定。对，那如果是那个一个人住的 condo 的话，现在目前的价格大概应该是在1500上下，1500到1700左右。对，那如果是像我们全家人来住的话，我那时候看到大概3房以上的 condo， 不管在新加坡的什么位置，大概都是3000块左右起跳。对，然后上限大概就无上限了，这个就看你要住到多豪华。但我觉得全家人以4个人来讲的话，大概就是3000到4500左右吧，我觉得会是在这一个区块这样子。然后出行的部分的话，一样有很多选择。那以便宜的出行就是去坐 MRT 跟坐这个 bus， 然后等一下会带大家看一下MRT 跟 bus 的那个情况。对，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坐 Grab。那 MRT 的话，我觉得一天的费用大概也就是单一天如果你全部都是坐 bus 跟 MRT， 我觉得可以控制在大概6块钱以下，那1个月也就是大概180块左右。那如果是坐 Grab 的话 ，Grab 如果你一天都是坐 Grab， 我觉得你的一天出行的费用，从最西边坐到最东边再坐回来，大概应该可以抓在一天大概40块左右。对，那当然另外一个选择就是，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，对，那这个开车的费用这个就非常贵了。等一下会有另外一个影片去介绍开车的一个部分。那出行的选择呢，除了刚才介绍的 MRT 公车跟坐 Grab 之外，另外一个选择当然也就是可以自己买自己的车子。对，不过在新加坡买车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选择，因为除了它的进口车子的税很高之外，所以这边的车子的价钱大约都是其他国家的大概3倍左右。所以我之前在南非有一台
有一台车，那在这里一模一样的车子就是基本上3倍的价钱，而且另外还要有一个用车证，用车证也大概要台币大概60到大概60几万吧，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讲到育，就是教育的部分。那如果当然是单身的话，教育当然除非你是说自己再去念书啦，不然可能就没有太多讲到教育的部分。但是以一家人来讲，其实教育也相对来说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地方。因为如果你选择去读当地的学校的话，其实费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。但是以外国人来讲，如果你要进当地的学校，其实还是难度蛮高的，因为要有一些考试，入学考试，不管是小学、中学或者是大学，一定程度上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，对啊，可能大家很担心的会是英文的部分，但其实这个教育的部分，我觉得可以单独拍一个影片来跟大家做介绍。但是如果光以费用来讲的话，当地小学是非常非常便宜的，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费用写在旁边的这个地方。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读私立学校，或者是去读所谓的国际学校。那国际学校的话，费用就非常非常高。对一个小朋友从小学开始，国际学校的价格应该是至少，我记得的话是2万起跳。那大部分的国际学校在3万一年，就是在3万到3万5之间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小的费用。其实我觉得，在新加坡除了住的费用非常的高之外，另外一个小朋友教育的这个费用，相对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地方。那最后一个讲一下娱乐，对，那娱乐这个当然也就是有很大的range 啦，对，那最基本的，如果你是要做很多免费的娱乐的话，其实反正新加坡也是小岛，然后有环海嘛，那不管你是要去海边跑步啊，你要骑脚踏车环新加坡一圈啊，这边骑脚踏车的风气还行，它当然它的方便程度没有像台湾那么方便啦，就是说它没有算是有一些专用的车道，但是它没有连接的那么好，所以有时候在骑的时候还是需要停下来红绿灯啊之类的。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那么方便，其实台湾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对，那可能唯一一个固定的费用就是网络的费用，这个确实是避不掉的。那你如果是家里宽带就是 broadband 上网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手机上网的话，一个月大概会在我觉得50到70块新币是跑不掉吧。那如果你再加上一些其他简单的娱乐，看个电影什么，我觉得一个月大概其实100-200块是可以搞定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有习惯上酒吧啊，或者是说去像新加坡也有很有名的那个圣淘沙，然后包括那个Universal Studio 就是环球影城这些地方稍微去走去玩的话，我觉得大概一个月可能一个人抓个400-500。那如果一家人的话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娱乐真的就是很看大家的选择啦。但我觉得应该一个月不至于花超过1000块。对，就是如果是相对过得比较好。那当然，如果是一个人要爽爽过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无上限的一个选择。对，那这边简单做一下刚才的总结。我把刚才报的一些费用，就是食衣住行的部分呢，写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对，那其实这个每一个 topic 不管是食、住还是育还是那个乐其实都可以单独拍成一个影片做更多的介绍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在底下给我留言，那我会花一些时间再做更详细的介绍，就是关于它的一些细节的费用。对，那讲一下我个人自己的刚来的时候那个经验。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呢，我的费用的话大概是我是住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点的 condo。对，那就是一个月大概是2300左右。对，那吃的话，我反正每天中午我是吃公司附近的 Hawker Center， 大概就是3块到4块左右。然后晚餐是吃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商场里面的一个素食餐厅，一天就大概花个10块。对，那上下班我都是坐 Grab， 不好意思。对，那就来回大概20块左右。对，那手机费用跟一些其他的像水电费啊什么的，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一个月我的加上住房啊，加上一些简单的支出，其实一个月大概抓在3500左右，相对是有一点奢侈的啦，因为主要
但是在3500里面，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很大一部分是租房嘛。你看我租房的费用就占掉我一大块了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让自己住的特别不好，是因为我那个第一年刚来，我不希望过得太辛苦这样子。那后来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租更便宜的房子，因为后来我的家人就过来了。那现在我的整个生活费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。对，但这个没关系，就是反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就是我个人感觉的话，就是在新加坡反正看起来很发达、很先进。那实际上也有很多选择啦，就是说你要过相对简单，但是不用花费那么多的生活也是可以。那或者是你要稍微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点也是可以。那这就取决于个人的一些选择吧。对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给我一个赞，然后按下那个订阅，先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OK， 那后续的话，我也会再做一些更多新加坡生活的一些分享，包括一些费用还有需要赚多少钱才能够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影片。OK， 好，今天就这样子咯，谢谢，拜拜。